今天带来上海日本拉面达人对决，范伟意式 vs 傅高粱，究竟哪个日本人在上海做的日本拉面更好吃更正宗？首先是意式拉面，在长宁区仙霞路，是最正宗上海日本料理集中地。15号线娄山关路5号口出来比较近，然后我们往古北路走。意式拉面2-3年前开业的时候我就来吃过，那时候生意比较火爆，最少排队半小时。因为公众号说范伟意式是日本拉面大赛的冠军，但是我所知道日本拉面最具参考意义的只有塔贝洛克拉面板块。我觉得能常年连续进100名店更有意义，只是1年都不行。那我们就来看看他到底有没有跟我吃过东京100名拉面店一样的实力吧。我坐的坂田位置，环境很整洁，能看到大酱操作。正对着煮面的位置，但我没看到熬汤的锅在哪里。看着流程还是正确的，很注重碗的温度，大酱不停地浇开水到碗上，说明意式拉面还是知道正宗日本拉面的流程。大众点评喜欢说意式拉面是汤包勾兑的，但看这个流程有点不像，只能说上海日本拉面确实菜，真正日本拉面专门店很少。不过东京我也去过，60%以上日本拉面店也不怎么样，真正好的大部分游客也找不到。大酱一直在弄这一小锅东西，我在东京吃的浓汤系做法不是这样，而是这样，看图。看着就是浓汤系拉面，上海几乎都是浓汤系，应该说除了东京以外都是。东京顶级店基本都是清汤系。先来吃吃看面怎么样，温度还是不错的，碗特别烫。面有点软了，没什么劲道，不及格。面上挂的汁有点浓了，没有什么味道，有点腻。咸倒是不咸，正好，但是完全没味道。这个汤有个缺点，很多泡沫，我一般不喜欢这种问题基本都有点大。叉烧比以前有点进步，没猪骚味了，但还是有点奇怪。我觉得老板看大众点评差评了，很多人骂有猪骚味。我一般喜欢后品尝汤，充分融合以后更好得出答案。汤像加的牛奶还是豆乳，太浓的腻，为了追求浓而浓。其实现在东京市区并不流行浓汤系，100名店浓汤系除了三田本店在市区，其他都在郊区。我真的吃不下去了，除了腻没有任何其他味道。科技没吃出来有没有，但肯定没鲜味，很难吃的点也没有。知道这个时候面已经软了，也没口感了，不想再吃下去了，有点浪费，但真没办法，不适合我。评分其他。范伟意式可能现在集中精力扩张搞连锁店了吧，刚开始生意火爆，可能拿到融资了吧。现在老店晚上过来都没几个人，刚才吃饭加我就3个人。事实证明不是日本人开店就好吃。现在来到第2家店，京都一城4屯人拉面，11号线武宁路站2号口出来。屯人开了刚好1年了，我去年就来吃过几次，主要排队太麻烦，每次都等2-3个小时，实在受不了。大众点评说京都一城4屯人拉面已经倒闭了，虽然海外现在还有好几个店都在韩国，而且上海这个屯人跟京都的毫无关系。那么究竟好不好吃，今天去看看。
前几天我住在这里的理由更新了竹内亮和豚人老板的视频。从视频我了解到，这个日本老板都坚持每一碗拉面自己煮，而且在业余时间会去吃上海对手的店，看看是什么水平。他在视频里说了一点，他会关注对手的拉面会不会越吃越咸。他说的挺含蓄，这点我知道在重庆火锅里也有共性，越煮越咸基本放了科技。吃火锅我也特别有心得，以后有空讲讲重庆火锅。我说句夸张的话，99%的人基本没吃过真正的火锅，包括重庆本地人。4点半就到屯人了，来晚了，已经排那么长的队准备取号了。我靠，前面33桌，按照经验基本2到3个小时才能吃上了。他这个店也挺厉害，开了1年能坚持住排队那么坚挺，人数不减反而增加，一般有噱头的店都坚持不了多久生意好的。我去附近星巴克坐1个半小时，等到号再去。这个店可以扫微信看排队进度，这点比东京好多店好，在东京是真站1到2个小时啊。过了2个小时，我回来了，前面还是有好几个人。文人拉面周末还有午市，大家记得他翻台率很慢，我看采访他一天也就卖110碗左右。国人吃日本拉面还达不到日本人有效率。日本人基本吃拉面不讲话，速度快，排队速度就会快一点。文人还有季节限定拉面，我没吃过，每次都是来吃彻浓拉面。终于排到了，排到其实还是要等半小时才能吃到。文人面条有3种，个人比较喜欢天龙面，比较像东京二郎拉面的面。普通人就点中碱面，比较正常。文人面条在上海日本拉面算很实惠的，基础款只要42，还可以免费加1次面。日本师傅亲自做每一碗面条，厕所都不去上，很用心。别人点的炸鸡我吃过，有点咸，不知道现在改进了没，我反正不想再点。他每过一段时间就要用这个大棒子搅动这锅浓汤，右边那锅应该是随时开着水熬的清汤。1年前我来这里吃面，我看他很辛苦，我感觉他坚持不了那么久，开一段时间就请人了。煮碗很专业，这个步骤是必须像，吃拉面就是要特别烫的那种。以后大家吃日本拉面，端上来摸下碗的温度，这个很基础，做不到100%不行。它的豆芽不是一次煮好放旁边，是每一次自己煮每一份。我还发现它每隔一小段时间就会拿个一次性汤勺尝汤的味道，只是没拍到。年复一年，这算难得。我在日本只见过一家是自己做拉面的，日本最少都得2个人配合，不然时间久了太累了。东京基本都是做5休2，闭店2天，这人确实挺强。一天卖110碗，1碗42块，加人工店面，好像赚不了什么大钱。上海房租很贵。基础款是42元，我比较喜欢吃它的叉烧，加了叉烧所以是60元。汤头还是不错的，没看到什么气泡。先吃口面，看看挂汁感咋样。
温度巨烫，非常好。他们拉面默认有点咸，我告诉他别太咸，给我做正常味觉吃的就不咸了。可以非常香浓，但是不油腻，味道足，不咸。它有2种叉烧，先尝第一种。叉烧很软嫩，肉香，没有猪骚味，比以前进步了。以前是有点老，但也香。来尝尝用锅煎过的叉烧，厚度是2倍，稍微柴一点，香度2倍，好吃，也没有猪骚味。我为什么老说猪骚味？因为就连东京很多加西拉面生意好的叉烧都有猪骚味。它这个汤浓度确实高，我一般不喜欢浓汤系，但是它这个真不腻，不会有一口东西糊嘴上。这个叉烧很厚，肥肉只占10%，不会太肥，香的不行。这个天龙面让我想起了二郎拉面的面条，粗的更爽，口感更有劲道。现在我才开始喝汤，因为这么厚的汤我一般都不喝。这个汤确实不太适合我喝，太厚了。笋子跟普通日本拉面店的大差不差，我不喜欢吃这种笋子。这个面肉一口很爽，这个汤适合挂汁，不适合单喝。超级厚叉烧，一口，我觉得它比1年前进步太多了，叉烧升级了不少。我半年没来了，确实有点匠人精神。它的味道现在已经超过二郎拉面总店三田本店了。三田本店的叉烧确实做的差它挺远的，口感和肉香味远不及。但你说要跟前100靠前的比，那还差很远，毕竟食材差距明显。溏心蛋正常水平，面很快缩完，继续追加一份中卷面。性价比有点高，42可以吃2碗面，关键味道还可以。不是太喜欢中卷面，有点像日本那种满街连锁店拌面的面。可能是排队太久了，有那种不吃回本就不划算的心态。味道是不错，但是你说要排队2到3个小时，那我觉得不值得。只能说是一碗好面，能达到塔贝洛克日本前100的水平，但是不会靠到前面。不过根据这个日本主厨的个性，如果他再追求卓越一点，也许能再提升技术。除非他开2号店，做高端食材清汤系，用高端海鲜和产地土鸡土猪，那才有可能。豚骨拉面应该到头了。看到豚人的成功，希望之后还有更多日本人来上海开店，更卷一点，味道才会更好。而不是天天研究嘉定工厂里生产的豚骨汤半成品来勾兑。我跟朋友交流了一下，发现美国的日本拉面也勾兑，这个不是个例。大家可以多注意一下泡沫多不多这个点，很关键。吃完了，分量太大了。这个叉烧看着挺一般的，尝尝看，确实不错，焦香，下次来还点。米也是我喜欢的，不软烂，颗粒分明。不说了，不拍了，这小碗饭几口就干了。今天吃太多了，差不多就到这里吧。
2碗面1碗饭。评分3颗星，新鲜的食材，专业的技术。在我去年吃的2次，我本来觉得只有2颗星，进步很多啊。